在我这期节目以前，所有关于腾势 Z9 GT 这辆车的测评，我觉得大家都不用看了啊，包括我之前自己讲这辆车那些内容都不用看了。原因在于什么呢？不是说我自己或者其他人对于这辆车讲的观点有问题，而是腾势 Z9 GT 这辆车，它现在相比于之前的版本调教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几乎可以说像完全换了一辆车这么的翻天地覆啊。什么意思？其实这已经是我第3次去体验腾势 Z9 GT 这辆车了，而且这一次呢，是我真正自己作为消费者，然后呢自己亲自去购买了一台，把它提回来。然后我就发现，就这辆车的话，现在的量产状态跟之前我所体验过的2个相当于是工程版本的厂家的试驾车调教截然不同。下面就跟大家讲讲它们差别究竟在哪儿，以及说现在表现到底怎么样，好吧？下面正式开始。首先呢，先是性能层面啊，我们这辆呢是一个这个插电混动版的腾势 Z9 GT，配置级呢应该是叫做，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叫 Max 版吧，反正就是中间的那一档啊。这辆车呢，在当前气候条件之下呢，我们先是以它的70%高位电量平衡点进行了一个加速测试啊，是4.5秒就可以完成破百啊。当然了，受制于这个天气目前极端寒冷，以及说目前这个电量啊，我估计可能这并不是这辆车腾势 Z9 GT 它目前所能够达到的可能理论最快的成绩，只能说是一个反正就是当前气候条件之下，日常你比较能够轻松吧，反正跑到的这么一个数啊。再往下刹车啊，100公里每小时的刹停距离35.8米，反正考虑到当前这样的气候条件吧，这么寒冷天气，这个成绩啊，我觉得也是不错的。之后呢，咱们又把它开上赛道啊，1分04秒多的成绩，反正也还行。这辆车的话，因为它也是带有这个后轮转向，以及说带有这个云辇系统，加上说 E3方吧，它呢在许多的弯角的话是可以提供一定这种辅助的。只不过呢，就是这辆车的话，它确实也是目前跟许多的这种插电混动的车型一样，就是它呢，即便放到运动模式或者叫竞速模式了，它的内燃机呢也没有办法是持续全程的保持一种高负载状态动力输出，所以说基本上就是在你说踩油门你收油的时候，这个它内燃机就没有这么大的这种说负载了，只有说你踩下去之后，内燃机在逐渐加载再上来，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说对于你这辆车出弯瞬时这种动力释放，它的油电的功率河流，其实这种情况之下相对来说不是那么的有利。因此我想说，如果改为一下它内燃机的这种说是能量策略的话，理论上讲这辆车圈速还能够快很多，我敢为这个猜测负责。接下来呢，再说一说能耗的部分吧。也是在北京目前的这种极端寒冷的情况之下，我们对它呢是进行了分别是城市用电、城市用油和高速用油3个维度测试。先说城市用电部分，这辆腾势 Z9 GT 呢，在城市均速27公里每小时这种复杂的混合工况下，不开空调、不开暖风，跑得的是155公里的纯电续航。不是极限纯电就是我没有用它那个蓝 EV 的模式只是跑到了一个就是这个常规的绿 EV 的这个低位的内燃机的初次起基点在这种情况之下，它是跑出了155公里的续航水平。接着呢，再说用油，也是27公里每小时的均速然后是各种复杂混合工况不开暖风的情况之下，它呢是跑出了城市100公里6.0升的水平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因为腾势 Z9 GT 这个车，咱们大家要知道，它的重量自重还是挺大的，这是很沉的一个车在寒冷冬天跑出了100公里6升，而且只需要加注92号燃油，成绩不错。再往下呢，高速油耗高速油耗我们是尽量以120公里每小时速度去跑，然后的话中途稍微减速，然后说之后再恢复120，动态均速超过113公里每小时，跑出是100公里8.2升的成绩，我觉得也还不错吧，应当说还是挺省油，或者说是挺高效的。说完这些呢，咱们再说一说日常的调教。应当说，就是目前这个量产版本的腾势 Z9 GT， 我觉得它目前的这种驾驶性日常驾驶感受已经是一个比较接近完美的水平了。但是之前这辆车它的这个工程的样车、试驾车的话，其实离完美差距还是非常非常大的。而且无论是在你这种驾驶性方面、转向手感、底盘的滤震表现、NVH 等所有的方面，差别都非常大。就是这辆车完成度
当然了，在之前这辆车在试驾之后呢，我也跟厂家工程师进行了许多的这种我个人的理解层面反馈，反正厂家工程师也都表示呢是说的都还挺有道理的，所以他们也是针对性的进行了一些修改。当然，也许可能不仅仅是我的反馈啊，他们内部可能说在不同的车辆批次版本上面也是有一些他们内部的一些评估或者说开发流程方面感知，他们自己也进行了一种很好的优化。这点我觉得可能也是大家反正观点所见略同吧。反正总体来讲，大家就记住啊，目前腾势 Z9 GT 这辆车的话，它在驾驶性这个维度，我觉得可以给到85分，没有问题了。总体来说，就日常维持一种平顺、积极、响应快，而且迅猛的这种动力性，加速减速都还是 OK 的。当然，目前为什么不能给到完美的表现，在于2点。第一点就是目前它稍微的还有一点这种动力粘滞 seal on 的这样的表现啊，就是你如果说在有些情况之下大脚门踩完之后，然后再一收油的话，我觉得它的动力还会稍微的再往前窜一下。有些工况它不是直接说把动力就是说先平，然后这样缓慢的收下来，它不是。所以这一点的话，我觉得之后还可以继续做进一步的优化。当然，这都是软件层面啊，技术难度其实是没有什么的。第二点就是这辆车呢，在一些低速刹车的情况之下，无论你是刹车放到这个舒适还是运动档，它稍微的有的时候你还是会觉得有一点比较轻微的闯动，不是每次都有，一些比较小的一些情况之下是会有出现的。我觉得这一点之后也可以进行一个优化。所以说目前的话给到85分，未来我觉得接近100分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再往下说滤震，滤震其实相比于说那个工程样车也是啊，优化了很多。目前总体来讲，我觉得它底盘是可以维持一种基本上可以是做到舒适性和高级感以及说运动感之间比较高度兼顾。就这辆车你开的时候完全是豪华车那种滤震的表现，而且说这辆车它的车身的跟随性也还是非常利落的这种特性啊。即便放到舒适模式下，转弯啊，包括说并线之类的，都没有那种拖泥带水的感觉，这一点是我觉得特别好。就是作为这样的一个反正大型的这么一个豪华的旅行车吧 ，GT 车，我觉得它确实也是舒适性和这种说高级感以及说是至少操控感吧这几点的高度兼顾。再往下转向手感目前可以给到80分。就是之前这辆车的话，这个工程样车也是那转向特别黏。转向感觉非常不好。目前的话，低速还是比较轻盈的，然后高速的话呢，也是可以变得就是非常好的中心感的维持啊，比较的沉稳，这点提出好评。唯独一点不太好，就是它目前在低速，如果你想很快的大角度的转向的话，你会觉得它的这种随角度的阻尼是偏大的，就是说很快打的话，它还是稍微的有点沉，还不能做到那么的轻盈，只有这一点啊，目前是有待优化的。但与此同时，我想再去批评一点，就咱们这辆车大家也都知道，对吧？它采用的是一个3+3。什么叫3+3呢？就是1/3方，前面一个电机，后面2个电机驱动，以及说呢是前面一个转向的这个电机，加上后面2个解耦式的后轮转向，对吧？所以是3+3。目前这辆车呢，它的最大的这个后轮的转向角度，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可以达到10度，而且呢，它还是既支持同向也支持异向啊。而且还可以解耦式的，这样反正各种模式吧，不仅仅是在低速时候可以减少转弯半径，高速时候呢，比如说可以同向或者说楔形模式之下，对吧？可以横移，一定程度上这辆车变得更加的灵活，包括说还可以实现圆规掉头等等，这些之前都给大家讲过。但为什么这里我想说我再留一个点呢？就是这辆车的话，我认为如果在今后的话，它的后轮转向的功能能够允许驾驶员人工关闭。或者说是提供一个比如5度的一个说是小角度的后轮转向，我觉得可能会更好。这是为什么呢？就是目前这辆车因为它默认10度后轮转向，会让这辆车它其实的这种车身的姿态跟咱们传统意义上就是只有前轮转向车可能你会觉得有一些差异。就这辆车在日常开，尤其是低速开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一种就是低速的漂移感，就是它的后轮因为说有10度的转向摆角嘛，它的横移的范围，而且是反横移的范围是比较大的。再有就是在一些可能极端狭窄车位的话，因为这辆车你可以理解为它是前后轮一起摆，所以说它的停车倒库的动作可能就与一般老司机你的那种直觉式操作是不太一样的。
这一点确实是需要适应的。另外，就是因为说它的后轮转向功能不能关闭，所以有的时候如果是在一些特别小的车位，你想去使出这个车位或者使劲的话，它后轮因为可能在你预料之外这种说反摆的动作，有可能反而会使你可能说碰到路肩，或者说是一些比如说路墙，或者说一些其他的障碍等等之类的。所以这一点我想说是需要适应，要不然你就用这辆车自动泊车功能。要不然呢，就是说你自己去试一下；要不然我给厂家提出建议，就是说可以今后去关闭，或者说把10度的最大摆角默认只给修正成，比如说你可以说让驾驶员手动选，比如说3度或者5度小摆角这种后轮转向，可能说会更加的跟老司机们的这种认知直觉是相匹配的。再往下 ，NVH 表现极好啊，风噪、路噪、环境音以及动力总成、噪音、振动抑制，我觉得都极好，符合这辆车一个豪华的身份啊，4维度全部提出好评。而且啊，相比于之前的那个试驾车的话 ，NVH 方面也是有了特别大幅提升的。所以目前如果咱们要是以这个量产版腾势自由 GT 来去衡量的话，我觉得确实啊，全方位我觉得调教上面都是优化了很多。再往下，智驾部分依然给好评。目前呢，腾势自由 GT 它已经是可以支持这个城区的智驾辅助了。总体来讲表现呢，跟我自己的那个仰望 U8性格是非常相似的啊。我觉得可能他们也是采用近似的这种说功能硬件以及说软件。相对来讲，我觉得就是在城市当中，第一就是跟车节奏特别的均衡。无论是说日常你说堵车的时候，它都不突兀，已经非常像人类驾驶员这种操作逻辑了。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它对于说其他车型这种加塞啊、变道甚至说亲道的这种闪避，或者说这种响应应对方式也是非常的从容，既不会说特别晚突然式的，或者说提示你接管撞上去，然后同时也不是说特别早很神经质的，就是那样的一种表现啊，都挺好的。包括在比如车道这种规划上面。假如说前方快到汇流口了，它有提前的并出去，对吧？各种的。再有一点呢，确实就是直到目前为止，咱们也都知道，以目前2025年年初的这个技术水平，目前还没有一个厂家说能够真正做到完全自动驾驶，对吧？所以说。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可能说车辆它无法去处理的情况，需要驾驶员去人工接管来去人工执行。在这点上，我觉得像这个腾势 Z9 GT 它做的也是特别好，就是它不会逞能。比如说在一些可能特别极端的一种说是拥堵的情况，比如它是需要并线驶出出口、驶入匝道等等之类的，它就很早很提前的去告诉你人工去接管了，而不会说在那里它明明不行还去生蹭或者说去逞能等等之类，以去造成可能更大一些社会责任、交通安全的一些隐患等等之类。所以我觉得啊，就是腾势或者说宏观到比亚迪集团它主流的这套智驾系统的话，虽然说它可能上车交付时间比较晚，但其实我说啊，我不敢说绝对的后来居上，但至少就是它一登场，我觉得这辆车它的表现就特别的好，真的很大程度超出我预期，而且带来一种就是整体来讲比较稳健，给人一种比较大的这种说信心的这种处理性格，这点我觉得可以提出表扬的。当然了。关于任何智驾系统，其实评价的这种说新鲜度啊都很短，因为在接下来我相信还会厂家对它去进行持续的这种更新迭代的去升级，比如说加入一些新功能，或者说在目前的一些处理的逻辑上面也会变得更加的可能说更加的优化等等之类的。所以说，反正大家各厂家吧，你追我赶，日新月异。关于这些，咱们就只能未来再去持续给大家去更新的评价了。动态说完了，说说静态吧。静态，反正这辆车啊，也是你进入到车内啊，整体来讲，基本上就是确实也是啊，豪华。无论是说这种氛围感，以及说呢是这种就是配置啊，堆的还都是很满的各种的功能。基本上，反正你能想象的各种什么电动啊、记忆啊、加热、按摩、通风，什么电吸门，反正我觉得啊，基本上就是我对于说豪华部分的所有的需求。这个 Z9 GT 这辆车，我觉得都已经给的足够多，甚至过剩了啊！当然，我这辆车呢，因为是一个中配版，我没有选这个电子后视镜，也没有选电动门，这点也是比较符合我吧。作为一个可能说传统老司机，我的这种个人的习惯啊，我觉得那两个功能对于我来说没有什么用。当然，这点也是见仁见智啊。额外再说几点吧。第一就是，反正我觉得这辆车内饰啊，相对来说确实是有点，我觉得啊，就是太铺张了，所以确实也是有很多人，反正说也是提出啊，就是有点用力过猛。相对来说呢，其实简约一点可能更好。第一点，
第二点呢，就是这辆车它的方向盘，很多人觉得说当前那种4幅的设计，可能说跟运动有点不太沾边啊，不太喜欢，觉得有点偏老气。可能之后也许厂家还会推出一种3幅的设计，当然这就是之后了啊。我个人其实觉得，还好，反正至少握感什么的吧还行啊。第三呢，我明确批评一点，就这辆车在排挡杆的后边啊，它的这个上下电按钮和 P 档钮的位置，我觉得如果能够去做一个更换，会更好。就是 P 档放在左边啊，上下电钮放在右边，因为总体来讲，可能日常使用的话，我觉得不下电的状态之下，因为这辆车都已经在智能上下电了，可能 P 档的这种使用的几率会更高，因此说你应该放到一个可能驾驶员拇指位置更顺手的这个左边会更好啊。这个整体来讲就是前排的表现，然后再说后排，后排呢，如果你作为乘坐的话，相对来讲靠背角度我觉得还不错啊，它也支持电动可调。相对来讲，就是因为毕竟它底部有一个电池，所以说呢，这个坐垫或者说腿部，你会觉得反正不可能像传统燃油轿车似的啊，就是说地台做那么的深，这一点反而相对来说还差一点。但是在其他的，比如说这种说是空间方面的这种处理优化，包括后排给的这些配置，我觉得都还是相当多的。另外一点呢，明确提出好评，就是这辆车早期版本它是默认啊带有这个后排的中置的冰箱的，所以说后排的中央的那个座椅可以说是放不倒的啊。这一点呢，虽然说可能说考虑一些这种说豪华行政的需求，但确实如果你要做一个旅行车 GT 车的话，实用性会受到一定影响。但是呢，这点也是啊，腾势肯定是悉心听取了许多车主和准车主们的建议，就是说，反正一经上市吧，就说了这个后排的冰箱在今后啊一段时间，它可以作为选装了，不标配了。然后我自己呢也是等，就是特意选了一个后排不带冰箱的版本，并且呢也是12月份反正提到车了。我这个是北京的第2台啊，第1台还是第2台，反正提车人说就是第一批不带后排冰箱版本，这点对我来说真的是特别实用啊。因为呢，我开这辆车的话，其实以我的实际的用途来讲，后排是很少坐人的。我主要呢就是拿它也是作为这样的一个旅行车来去使用，后排可能说装行李的机会会更多，或者说是一些运动器材，比如说拉我的运动自行车，对吧？你后排这个中央的冰箱可以放倒以后，完整的一个空间拉自行车出去，那真的是太方便了。不仅仅的是说空间大，而且因为它地台很低啊。所以我觉得这点对于说这些喜欢骑自行车的小伙伴们啊，如果你要是不想把车比如架在车顶上啊，你怕这种石子打到，你就放到车内的话，反正我觉得真的是特别的合适。因此呢，这里也想给厂家一个赞啊，就是如果能够积极的去听取消费者们的建议，无论是在这种说调教啊功能层面，并且能够做以快速改进的话，那么我觉得真的这点也是咱们中国汽车一个当前特别好的一个优势，就这样的响应速度是我之前在外国品牌汽车上面或者合资厂上面绝对是见不到的。好，反正到目前为止啊，我自己作为车主，关于这个最新的量产版腾势 Z9 GT 这辆车评价就这么多。总体来讲，概括一下，就是相比于之前的工程样车、试驾车，优化了很多，彻彻底底脱胎换骨的变化啊！而且目前也已经达到了一种非常优秀的水平。只不过呢，就是我觉得无论在硬件功能还是软件层面，它仍然还有许多可以优化的细节。这一点，如果厂家要是积极细心的听取建议，并且之后得以改进的话，那么我觉得这辆车离完美就更近了一步。再往下呢，就是目前啊，整体来讲在30多万、40多万的这个行政级轿车的这种价位，或者说这种市场上面吧，传统豪华品牌呢，确实也是在快速的缩水。所以说呢，像当今咱们这样的广大的中国汽车，凭借着确实也是啊，你去拉配置单，你去拉这种功能配置，以及说是动力性，然后外加说油耗、性能等等所有的技术，这一切你作为对比，就能感觉到，确实就是花同样的钱买腾势 Z9 GT， 相比说传统豪华品牌的这个价位轿车，它真的我觉得是在所有的方面给你的都是多的好的，简直就是。而且呢，因为这辆车它本身也是可以加油的啊。它是一个 PHEV 版，所以说至少我觉得在使用场景上也是可以完美的去替代传统豪华品牌的这些行政级的轿车或者说是旅行车的，而且它还在许多方面持续不断进化，把这些外国品牌的车型实际的这种品质或者说是技术啊表现去跟他们越拉越远。
这就是咱们目前中国汽车所在全世界范围，我觉得是绝对领先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所以呢，我给大家建议就是，如果说你想要一辆豪华轿车，如果说你也希望这辆车有一定的功能性，或者说在这种极致的豪华感、配置、驾驶性、动力性，以及说是能耗外加智能化等等这一切都有更高预期的话，那么我觉得，你确实可以去放弃那些传统的豪华品牌轿车了，看一看现在像腾势自有 GT 这样的新时代中国汽车。我觉得它一定会给你带来很大惊喜的，我推荐大家都去实际的体验一下，好吧？这就是我自己作为车主给大家的这种建议。